各位路人甲乙丙丁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要来谈何谓优良级配。这一集我们谈的是讲优良级配。那我们上一集已经谈到粒径分布曲线的画法，所以我们就拿一个优良的级配来做说明。优良的级配，假设它的图样长这样子，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。那假如你可以把每一颗的颗粒都拿出来，互相比较粒径，并且由大到小去排列，你会发现，首先最大颗的大概有几颗，然后中颗粒有非常多颗，但是还是可以数得出来。接着细料，也就是小颗粒，它其实是无数颗，而你也无法去数。那这样一个颗粒的排列放进粒径分布曲线会如何呢？我们记得粒径分布曲线要从小颗的开始画，它最小颗的非常细小，所以在最右边，每一颗的加进去都会使重量微微的上升。那逐渐的小颗的用完之后进入了中颗粒，它会进入一个比较平滑的直线。到了大颗粒以后，每一颗颗粒的大小粒径都差异越来越大，所以到了后面它会渐渐的越来越陡，因为每一颗颗粒的重量和上一颗差异也越来越大，最后这个颗粒的粒径分布曲线会忽然陡然上升，达到100%。那现在我们要来想的是，这个大中小到底要怎么样被定义呢？那工程师截据了非常多的统计经验以后，告诉我们，在10%的地方，对应过来的这一个粒径，我们称作D10，它就是小颗粒的代表粒径。这一个粒径并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粒径，而是一个假想的粒径。那中颗粒呢，是30%，那它对应过来的，我们写成 D30，而大颗粒呢，我们定义60%，所以在这一个粒径，我们定义是大颗粒的粒径。你会问说，老师为什么是10不是9？这个为什么是60不是70呢？这就是土木工程师在做了大量的实验后的一种统计的结果。那回过头来说，优良级配会有2个特性。首先，我们会希望它的整体粒径差要越大越好，也就是大颗和小颗能够差异越大越好。为什么呢？这就好像我有一个空白的白，而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用圈圈把它填满。那如果大圈和小圈的差异越大，那是不是我中间就可以提供越多的圈圈，不同的大小？而我如果要想办法将它填满所有空隙的时候，我就会希望我的圈圈的选择能够越多。而个别粒径差要越小越好，是优良级配的第2个特性。这个又怎么说呢？假设我今天已经确定最大和最小了，然后要去填满这个画布，那我当然在选择越多越好的情况下，我每一个大小之间的差异要越小越好，因为如果越小的话，我的选择性就越多。那我碰到中间的空隙时，我就可以选择最适宜这一个填满空隙的。所以科学家为了要描述这2个事情，就发明了均匀系数的概念，写成 CU， 而 CU 就等于 D60 去除上 D10， 也就是大颗粒去除以小颗粒。而 CU 它的 range 如果是在1到5之间，那叫做均匀级配，也就是它的差异不够大。
不能称作优良。而如果在5到9之间，则称作好极配。而假如大于9，那就叫做良好极配。我们可以想见 Cu 的最小值就是1，因为1就是60，最大和最小是一样的。而用来评估第二件事情的叫做曲率系数，或称极配系数，符号叫 CD。CD 就等于 D30 的平方除以 D60 乘上 D10。那不同于前一个判别式，它是将中颗粒也放进来考虑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个别粒径差越小，那中颗粒应该要越在中间。而 CD 的理想值其实是2，是最佳。但是在1到3之间，我们都是可以被接受的。所以在1到3之间，我们称作合格。而若小于1或大于3，我们就称作 NG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回答何谓优良极配。所谓的优良极配，就是指 Cu 大于5，而且 CD 在1到3之间，也就是进入了好极配，并且要在合格的范围内。那你可以想象 CD 在1到3之间，那就是 Cu 越大越好。如果 Cu 大于9的话，那它就是良好极配再加上合格，那就是一个超级优良极配。最后我们要补充一个名词，叫做有效粒径。有效粒径就是这个人 D10。那有效粒径的中文解释就是在粒径分布曲线中，代表重量百分比10%的代表的土壤粒径，称作有效粒径。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拜拜。